这是一个有底手柄，这是一个无底手柄。从外形上看，有底手柄和无底手柄的区别仅在于一个被切掉了底部，露出粉碗，一个保留了底部，让咖啡液自然分流。从1901年 Mazzara 设计的浓缩咖啡机诞生了咖啡手柄的概念，有底手柄就伴随着意式浓缩咖啡机的演变沿用至今。那么是谁第一个将手柄底部切掉呢？无底手柄和有底手柄究竟有什么区别？无底手柄给意式萃取带来了什么样的乐趣？大家好，这里是沃尔的咖啡频道。我们知道制作一杯浓缩咖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要考虑到许多变量，豆子的质量、烘焙的均匀度和时间、烘焙后豆子的保存、研磨度、水温、压力、浸泡时间、水粉比例等。来到现代，甚至操作过程选用的器具都能对萃取结果产生影响。让我们随机挑选几个咖啡机来了解一下手柄的基本参数。这是来自1949年飞马的一款拉杆咖啡机的手柄，粉碗为铝制，直径65毫米，深26毫米，粉碗孔径为 0.5 毫米，共734个孔，可盛36克咖啡粉。这是来自1956年的由 Arox 生产制造的卡拉维尔型号家用咖啡机，粉碗为不锈钢制，直径 44.5 毫米，深 19.3 毫米，粉碗孔径约 0.1 毫米，共148个孔，可盛9到10克咖啡粉。这是来自现代的由 Lamazocco 制造的咖啡机手柄，粉碗为不锈钢制，直径58毫米，深20毫米，粉碗孔径为 0.1 毫米，共715个孔，可盛18到20克粉。从材料上看，飞马的手柄头为黄铜材质，手柄重623克，卡拉维尔的手柄头也是采用黄铜材质，手柄重179克，辣妈采用不锈钢制，手柄重558克。而这是无底手柄，不锈钢材质，直径58毫米，深20毫米，粉碗孔径约为 0.1 毫米，共648个孔，手柄重约292克。关于粉碗的故事，我们有空细说。从以上的参数中，我们可以得出，随着咖啡粉碗的直径与孔径的大小变化，演绎着人们对 Crema 的痴迷。但这仅仅只是萃取一方面的要素。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实验。选用的咖啡机为辣妈 mini， 将咖啡机萃取温度设定为92摄氏度，选用同样的粉碗、同样的咖啡豆、研磨度、相同的克数、同样的压粉和布粉。这是两者的浓度以及甜度差别。结论是在参数一定的情况下，两者对 Espresso 的影响很小。然而在没有无底手柄的时代，咖啡师们发现浓缩的味道总会有着奇妙的变化。即使是相同的咖啡豆、相同的烘焙度、相同的研磨度下，每杯 Espresso 都有着细微的差别。2004年，为了了解咖啡机的萃取能力，美国咖啡师协会联合创始人兼咖啡专家 Chris Davidson 与他的同事们一同开发了无底手柄，将手柄头的底部切掉。那美丽的虎斑纹第一次走进大家的视线。当然，这第一次也可能是这样的。也正是如此， Chris Davidson 发现了操作过程中会产生通道效应，导致萃取结果的变化。在咖啡机稳定的前提下，研磨度、粉量、咖啡粉的状态、布粉、压粉力度对萃取结果的影响在无底手柄下一览无余。同时还发现，无底手柄的开放式萃取将咖啡的香气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，那是一种果木香加甜腻的味道。由于无底手柄可以直接观察萃取状态，从而引发了无底手柄的萃取热潮。黑金色的液体穿过粉碗汇聚到一起的过程有些让人着迷，同时操作技术又让人头疼，于是衍生出很多未达到萃取稳定的道具，粉碗也是其中之一。最后从清洗的角度来对比无底手柄和有底手柄的区别。无底手柄的清洗比较简单，用水或蒸汽就可以很便捷地去除粉碗和手柄壁的咖啡渍，有底手柄就无法用水轻松冲洗了，需要把粉碗拆除，浸泡在专用去咖啡渍的液体中。如果你忘记了每天清洗，咖啡渍就会残留在手柄底部的分流嘴里，那么你的咖啡可能就会逐渐出现一种奇怪的味道了。当然，无底手柄显而易见的就是无法萃取2份 Espresso。你痴迷于无底手柄的萃取吗？为此又准备了哪些道具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